是，公子。小厮回得一个是字，便小跑过去指挥着其他人去搬那一具具的醉着酒的躯体。金光瑶缓慢给蓝曦臣添了一盏新茶，二哥见笑了。蓝曦臣倒像是对此见惯不惯，捧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，随后道：阿瑶，辛苦你了。二哥若是觉得疲了，可以先回客房休息。金光瑶注意到蓝曦臣的眼底是浓浓的疲倦，贴心地说道。蓝曦臣浅笑道：阿瑶倒是心细，为兄确实有些倦了。嘘嘘，公子到采衣镇了。咯吱咯吱，马车稳稳地停在了采衣镇上，马夫拿起袖子给马擦了擦脑袋，那马儿四人一般歪着脖子蹭了蹭马夫的手，一人一兽相处极为自然。魏婴见着此，不由生了些羡慕，陈大哥，这马与你关系真好。马夫咧嘴笑了笑，憨憨地说道：这世道人心最是难测，但兽心一目了然，所以我最喜和马匹打交道。魏公子若是喜欢，也可以养一只喜欢的动物。魏婴垂眸浅笑，眉目流转间不经意闪过一丝脆弱，谢谢陈大哥。马夫看着瘦弱的魏婴挤进无尽的黑暗中，眉眼间的脆弱看得分明，不由生出感慨：世道催人成长啊，莫道前路难，世间焉有简单事。少儿不更事，青年识人心，中年探诡谲，老年归平静。虽无简单，倒也简单。魏婴听着身后传来的歌谣，脚步微微一顿，侧耳倾听歌词。一路上陈大哥唱了很多民歌，这首是第一次听的，里面倒是简单易懂的大道理。魏婴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笑着又摇了摇头，缓步走向云深不知处。夜已深，寒气微重，在寒气的拍打下，那路边的小草纷纷卷缩了起来，意味着亥时的钟声缓缓响起。云深不知处只留有一两个夜巡弟子，山门前的值班弟子虽眼带困意，但仍是坚守在门前。魏婴沉思片刻，终是来到一个小草堆旁。魏婴拨开草堆，小声嘟囔道：好个蓝湛，今天哥哥倒是为你钻了一回洞。以后忽然发现哪来的以后，魏婴只得认命地爬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钻了过去，顺着记忆中的路线来到了净室旁，门口还放着沾了露水的吃食。魏婴的脸色一变，难道蓝湛已经重伤到难以下床了？不再顾及那根本没有的面子，轻快地跑了过去。咯吱，净室门被推开，虽已至亥时，可身上与心上的创痛根本难以入眠。此时进来的怕是叔父或是兄长，又是来劝自己接受魏婴死讯的吗？浅眸中透露出浓浓的哀伤，孩子气得把头闷进枕间。蓝湛，熟悉的声音从耳边炸响，是魏婴的声音。蓝忘机把头又闷紧了几分，又是幻象。魏婴，我不要你的幻象，我只要你活着。冰冷的指尖轻轻划过自己的背部，身体不由一阵战栗。蓝忘机转头冷厉地看向那双手的主人，眸中是读不懂的情感，唇间吐出了心中默念的名字：魏婴。魏婴进入净室那一刻，便看到了满身界边的蓝忘机，整个人脸色变了又变，原以为的3条界边竟是数不清的边痕。轻声喊他，却没有半分反应。想来已是入睡，魏婴伸手想要触摸一下那皮肉绽开的伤口，却在刚碰到那一刹与蓝湛来了一个对视。哎，蓝湛，你别哭啊！魏婴眼睁睁地看着晶莹的泪珠从蓝湛脸颊滑落，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。蓝忘机抿嘴，看着手忙脚乱的魏婴，破碎的心一点点地恢复了起来，嘴角不由挂上了浅浅的笑。蓝湛，你别动，伤口又见血了。本就冷冰冰的蓝湛笑起来这般好看，魏婴一时看懵了。蓝湛要是多笑笑，这是家公子榜铁定第一啊！魏婴这般想着，嘴上倒是不由说了出来。蓝忘机微微愣住，眸中是魏婴看不懂的色彩。魏婴蹲下身子，趴在蓝湛的床头，从兜里掏出一大堆瓶瓶罐罐。魏婴拿出一颗丹药，哄小孩似的哄着蓝忘机吃下去。蓝忘机看着眼前人，心底泛起涟漪，不管他是否知晓，就任性一次。蓝忘机微微低头，从魏婴的手中吃下丹药，唇瓣触碰到微凉的手掌，那是魏婴，活着的魏婴。蓝忘机不会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又是怎么进云深的，但是自己必须尽快好起来，不然根本护不住魏婴。忽然松下来的心情，
使得蓝忘机头一次感受到背部火辣辣的疼痛，不知何故嘴角溢出一个疼字。果然在听的蓝忘机喊疼，魏婴整个人慌了，连忙问着蓝忘机哪疼。魏婴问完后又拿出一罐药，轻轻地抹在界边伤痕边上，不去问蓝湛这伤从何而来，因为韩光君从来只犯了自己这个错误，喜欢上一个自己，为了自己与家族直剑相向，若不是蓝家护着蓝湛，把消息瞒得紧紧的，这天下非议对象便从十恶不赦夷陵老祖变为助纣为虐韩光君。他不知道自己对蓝湛的感情，但是知道蓝湛说心悦自己的时候，自己并没有厌恶，只有惋惜，因为没机会了。也许自己对蓝湛也是有好感的吧，但正与邪从来就不是一道的，自己不应成为蓝湛的阻碍。